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22年6月，200周均线击穿 K 线，随后 K 线长达10个月处在200均线以下。今天200周均线再次击穿，是不是暗示着仍然会有一波下跌的行情，并且开启漫长的熊市？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蓝色的线代表200周均线，历史上出现过几次。从今天这个时间点来说，200周均线就应该在68000附近。那很不幸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击穿了这个200周的均线。历史上比较明显一次是出现在21年冲高64000，回踩3万，然后再次冲击到7万。那这个时间点的话，落在了22年的5月份，它就击穿了200周的均线，差不多有整整10个月是落在了200均线以下。那现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又重演了，当时200周均线回撤价格从高点到低点一共回撤了 77%， 那这次呢，从高点计算，仅仅只用了100多天的时间就已经跌去了 52%。按照上一次的经验，它会在200周均线以下，那大概持续100天的时间。那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是在68000附近。那这样一个跌幅意味着我们不仅回吐了特朗普胜选以来最大的涨幅，更重要的是连华尔街最大的多头，也就是微策略公司，现在和我们的处境也是一样的，账户也开始出现了浮亏。今天这期影片非常关键，既然200周均线的这个防线已经被突破了，那我们就不要再谈防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底到底在哪里，机构呢会不会割肉，以及2026年这样一个清洗之年你如何存活下来。首先，为什么大家公认的68000铁底就像纸一样被捅破了？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美联储维持高利息以外，包括凯文被提名就下一任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带来紧缩的恐慌，市场上现在面临的是流动性枯竭引发的连锁踩踏。ETF 资金在持续失血，从数据上来看非常难看，截至到现在单日总净流量为 3.71 亿，你好像暗自庆幸啊，今天还是正流入的，但是对比前面2天都是净流出，这点的话根本不够看。从去年10月到现在，比特币现货的 ETF 已经流出了近60亿美元。当价格跌破68000美元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几乎所有2025年高位进场的 ETF 持有者基本上都在亏钱。那这种恐慌呢，会导致不计成本的抛售。根据 CoinGlass 数据显示，最近24小时全网共有96959人被爆仓，爆仓总金额为 3.57 亿。最大的单笔爆仓发生在 BTC 和 USD 的交易对，价值1885.07万。今天爆仓的人数还好，但前面几天有32万人被爆仓。多头不死，跌势就会不止。市场呢正在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把最后一点的杠杆资金清理出去，技术性的熊市确认。2026年呢，本就是比特币的减半周期后的回调年，或者就被称为清洗年。跌破200周的均线呢，就是68000这个附近，在技术分析上通常被视为进入一个长期熊市，或者是进入深度洗盘的确认信号。那过去我们常说，只要微策略不卖，我们就没有事。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变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微策略公司呢总共持有713,502颗比特币，每一颗比特币的成本价落在了76000到76100美元左右。那也就是说，根据目前比特币是在68000，平均一枚比特币的亏损已经超过1万美元，总浮亏呢肯定是大于了70亿。虽然微策略说过他会买到死，但股市毕竟是残酷的。因为微策略公司始终是一个上市公司，虽然保留了 MSTR 这一只股票在指数当中的位置， MSTR 这只股票从最高点的400美元现在已经跌到 134.93。 那如果 MSTR 股票因为比特币下跌而导致崩盘，可能会引发被动基金的强制抛售，从而形成一个死亡螺旋。但是请注意啊，历史告诉我们，当长期持有者和机构巨头开始浮亏的时候，往往是市场周期的最大痛点。这个最大痛点呢，通常是绝对的底部形成的这样一个区域。那机构呢，现在可能会比你还要难受，因为他们还没有跑，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交出带血的筹码？那既然68000美元被破，下一个你挂单的位置是哪里呢？那根据多家机构的模型，包括 Glassnode 和 TrendingView 来分析我们就必须要关注在55000到58000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是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呢？它其实是比特币的一个已实现价格，也就是 realized price， 也就是说全网，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整体全网比特币买入的平均值，也就是平均成本线落在了55140美元。那同时55140美元到6万这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它也是上一轮牛市的启动前这样一个密集筹码区。那如果市场在2026年上半年完成这样一个筑底，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微型反转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在上一支视频的话，就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回看前几轮牛熊市的回撤比例，然后并且是标注一定的时间线。那我们这边的话，第一个周期的话就没有办法作为参考的，因为太早期了。然后我们从13、17和21年分别来看，它的回撤比例的话都在70到80百分比。那目前的话，我们比特币仅仅只回撤了52%，那也就是说它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大家就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周期时长啊，13年的那一个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回撤时长是411天，然后17年的那一轮是364天，然后21年那一轮是376天。我们刚刚在视频刚开始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从高点也就是在25年的10月份，然后一直到现在的1月份，也有100多天了。那这个100多天加上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给出来的数据，就是距离底部的时间还有200天，也就是在今年的8、9月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真正的底部。那很多观众也会说，我是不是应该等到今年的8、9月份来进行抄底，等下一轮周期坐等发财就可以？我还是那句话，历史数据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行情，但是它没有办法成为你是不是满仓 all in 的理由。究竟底部会不会在今年8、9月份形成呢？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一定会形成。不过我可以说的是，眼下比特币的话应该还没有到底，这是基于数据给我的提示。目前的 RSI 指标已经跌到了比2020年的312暴跌的时候还要低，那一天发生了就比特币暴跌50%啊。但我们看这个线的话，可能就是一条直线啊，但实际上我们就放大来看的话，它就是跌幅了50%那一天。然后这里我们就说明什么？就市场进入到了极度超卖区，给到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手上有现货，坚持住，一定不要碰合约啊。那目前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现在这个68000未必是铁底，就可能它会有一些差针到58000或者55000，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你这个时候呢去开合约就是在送钱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信号就是投降信号，那这个是怎么看啊？就是说接下来几天我们看一下 MSTR 股价有没有暴跌，或者是大型的矿场宣布破产卖掉，那这就是最后的投降信号，你可能也就是你左侧建仓的最佳时间。此外，针对微信群风控严重，我们在 QQ 开设的新的撸毛群，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最近我们在努力推进社区建设，往后将和大家一起撸毛，每天准时推送最新空投项目，以及一直坚持下来的币安阿尔法 OKX Sports。今天刷什么标的，什么是最低磨损，欢迎大家的加入。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s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